当科研大佬老公要跟女孩离婚时，做天做地的女孩只提出一个要求：公公婆婆必须归她。大佬震惊的嘴可以放进一整个鸡蛋。女孩穿过来的时候，原主和丈夫的离婚协议已经签了。女孩难以启齿的开口：我还没找好住处，可以等拿到离婚证后我再搬出去吗？陆不平开口：就1个月，拿到证以后你马上离开。女孩眼睛顿时一亮：太好了，他是个好人，有救了。女孩开始在手机上找房子、找工作，快到做饭时间的时候，主动的下楼去帮忙。陆父在后院种了很多应季蔬菜，陆父和陆母打算摘一些蔬菜去做饭，但两人有些犯难，不知道该做什么吃。娇娇一会儿要回来吃饭，她嘴巴太挑剔了，很多蔬菜都不吃，这到底做什么才好？陆母纠结地说。陆父可不惯着孩子，哪怕是女儿，做什么有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做好她负责吃就够了，还挑剔上了。陆父摘了几个青椒放进菜盆里做点青椒吃，青椒拿来做什么菜？青椒肉丝都吃腻了。陆母拔了几根葱说道。女孩立马积极地出主意，可以把青椒烧熟了作为椒皮蛋，或者用茄子土豆一起做地三鲜，都很好吃的。陆父和陆母错愕地看向女孩，她什么时候来的？来做什么？来就来了，还点上菜了。老两口面对女孩突然的自来熟都感觉很不适应，内心也有怪异的感觉。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是后悔了，不打算离婚了吗？陆母顿时就沉了脸色，她可不想有个这种水性杨花的儿媳妇。女孩很会察言观色，发现她脸色不好了，有些尴尬，是我说错什么了吗？陆父就直接了，淡淡问她，离婚后你有什么打算？这也是委婉的试探女孩的想法。女孩很自然的回答，我在找房子了，到时候先搬出去，然后找一份工作。说到这里，女孩瞬间明白陆母为何会脸色不好了，是怕她反悔赖着不离婚了吧？女孩的改变的确很反常，像是在故意讨好他们一样，所以他们肯定是怀疑她是不是反悔了。爸妈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我也知道我配不上陆不平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耽误他一辈子的，等时间到了我就搬出去。我只是想在走之前好好跟你们相处一下，你们一直都对我很好，我心里都明白，我心里最愧对的就是你们两位了。女孩真诚地说，原主的确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，这两个人一开始就拿她当亲生女儿对待，只是她的一切行为太让人寒心，才彻底冷了他们的心。到底是善良的老人，听了女孩这番话，他们的内心也动容了不少，也不再对她冷着一张脸了，反正都要离婚了，也没必要计较太多。陆母犹豫一下，还是别扭地叮嘱女孩，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好，离婚后你就好好生活，你还年轻，只要心思正就能过好你自己的日子。女孩受教的点头，谢谢妈。陆母不再说什么，低头摘了2个茄子。需要我帮忙吗？我来洗菜吧。女孩打破忽然的沉默，积极地过去帮忙。父母想说不用，但女孩已经端着盆子去旁边的水槽里清洗了。每次从院子里摘了新鲜的蔬菜，都会在院子里清洗掉上面的泥土，才拿去厨房继续清洗。女孩记得他们的习惯，很自然地在院子里清洗起来。闷热的夏天，哪怕是半夜也有接近30度的高温，就几分钟的时间，稍微动一下的女孩额头上就渗出了不少汗水。女孩也不在意，用手臂随意地擦拭一下，继续认真清洗。小青菜很难洗，但她都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清洗。没想到女孩会突然这么懂事。陆母心想，也许她是真的不喜欢陆不平，以前才会那么抗拒他们吧，如今可以离婚了，也就不抗拒了，所以就展现出了她友好的一面。脑补着的陆母无意识般条件反射地问女孩，你想吃什么？问完她就后悔了，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又要热脸贴媳妇冷屁股了。以前陆母每天都会不间断地询问原主有没有想吃的菜，可原主只喜欢吃高档的大餐，很嫌弃这些廉价的家常小菜，经常很冷淡地说不吃，没什么胃口。陆母以为女孩这次还会这样说，也暗自懊恼自己怎么就那么爱关心人，又要热脸贴冷屁股了吧，却不想女孩惊讶地抬头，受宠若惊地回答，我什么都吃，吃什么都喜欢。竟然没有被泼一盆冷水。陆母的面子保住了，脸色也稍微缓和了一下，但还是冷淡，不怎么待见她的说，那就再摘2个黄瓜，黄瓜你喜欢怎么吃？生吃、凉拌、煮汤或者炒鸡蛋，我都喜欢。女孩如数家珍地说。陆母忍不住傲娇道，那就凉拌。陆娇娇晚上快7点了才到家，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她推门进入客厅，陆母是掐着点做好的饭菜回来的，正好，快去洗手吃饭。陆娇娇来到餐厅，意外地看到女孩在帮忙摆放碗筷，还有一道菜呢，我炖的汤还没端上来。陆母忽然想起来了，说，妈，我来。女孩很自然地就去厨房端菜，陆母顺势吩咐她记得加点盐。陆娇娇见鬼般的睁大眼睛，赶紧压低声音问父母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？陆父和陆母自然明白她问的是什么，陆母也没时间解释，只暗示地说，先吃饭，晚点跟你说。女孩很快端着鸡汤出来，笑着说，这鸡汤温度刚刚好，不烫，喝起来正合适。爸妈，我先给你们盛一碗吧。不用，我们自己来。陆母拒绝地说。陆父顺势解释了一句，我们习惯先吃饭后喝汤，我习惯先喝汤后吃饭。女孩嘿嘿笑了一下，也不拘束客气，就给自己盛了一碗汤。看女孩一口一个爸妈的叫得那么自然亲热，还若无其事地坐下来吃饭，陆娇娇都怀疑早上他哥是否和她签了离婚协议。他们是签了离婚协议的吧？她分明亲眼看到的，可她怎么一点都不见外啊？以前也没见她这么把自己当一家人啊？难道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家里发生了什么她不知道的事？陆娇娇疑惑地坐下来，拿出手机偷偷给陆不平发信息，哥，你和宋淼淼和好了。唯有这个原因才能解释为何女孩忽然跟她的父母相处得这么好了。不会吧？要是他哥跟这女人和好了，他要呕死的。这种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他哥好吗？他才不要有个这样的大嫂。陆不平没一会儿就回了一条消息，什么意思？他看不懂陆娇娇这话的意思。陆娇娇假借去洗手间的机会，偷偷拍了一段视频给他发过去。刚结束工作的陆不平眸色疑惑地点开视频，只见视频中自家的餐厅里，父母和女孩正坐在一起吃饭。从视频的角度能看到他们的侧脸。女孩和以往的穿衣打扮不同，不再是精致的像是随时要出门去约会的装扮，而是穿着白色宽松的短袖，头发随意地扎了一个丸子，露出了白皙的脖子，多了几分清爽的美感。女孩正拿着筷子不停地夹菜吃，
吃，吃得很认真专注，仿佛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。以往女孩和他们一起用餐，吃的可从来没有如此投入过，每次都是端着脖子正襟危坐，然后用筷子挑挑拣拣的随意吃几口，而且每一口都吃得很小心，生怕弄掉口红。以前的她哪里是在吃饭，分明是在作秀，和那样的她一起吃饭，让人感觉很倒胃口，再香的饭菜吃着都不香了。可现在的女孩吃的随性，给人的感觉很舒服，也跟着很有食欲。不仅如此，还一边吃一边跟她的父母聊天。妈，您做的这道红烧土豆太好吃了，就光是这一盘菜，我就能吃一大碗白米饭。陆母被女孩夸得有点不自在，但也没回应她。女孩却毫不在意，继续夸，还有这道炒青菜也很好吃，不仅吸满了油脂，还能做到味道清爽，我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青菜。妈，我猜这道菜您绝对是用猪油炒的吧？也只有用猪油炒才会这么好吃了。说完，女孩笑着说，妈，谢谢您啊，让我吃到这么多好吃的饭菜。陆母眼神复杂的看女孩两眼，就连陆父都忍不住看向女孩。餐桌上的气氛有些微妙，他们本该互不理睬，老死不相往来的，可女孩却像是没脸没皮一样自顾的说说笑笑。女孩仿佛无视着所有人对她的态度和想法，偏偏陆父和陆母都是体面人，她这个样子他们又做不到对她冷言冷语，所以就导致气氛很奇怪。看到这一切的陆不平眸色复杂了几分，眉心也微微蹙起，这女人想做什么？她今日的改变太奇怪了，像是忽然变了一个人。哥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女人变得好奇怪，好像失忆一样，怎么就这么不把自己当外人呢？都要跟你离婚了，却来和我们装一家人，她有病吧？以前他们当女孩是一家人的时候，就不见女孩当自己是自家人啊，如今要离婚了，就突然把自己当自己人了，不是有病是什么？陆不平也不知道女孩的改变是为什么，只能选择静观其变。陆娇娇继续发信息说，哥，你说她是不是反悔了，不想和你离婚了，所以才厚着脸皮讨好咱爸妈？难道她在外面的男人把她甩了？陆娇娇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。哥，你可千万不要回来啊，一定不要回来，不要给这个女人任何回头的机会，万一她很有心机的算计你，怀上你的孩子，你就没办法和她离婚了。陆不平没有回复她，而是平静地收起手机，从更衣室里走出去。在陆不平的带领下，他们这个小组在今日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科研项目。看到陆不平出来，郑淑仪开心地上前说，陆教授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庆祝一下吧，大家都商量好了，去吃烧烤，你看怎么样？陆不平还没回答，他的导师林教授走来笑着说，走吧，就去吃烧烤，今天让陆不平请客，这次你们完成了任务，陆不平一个人就能拿不少奖金，这可必须他来请。陆不平答应下来，也是为了答谢恩师的帮助，若不是他们也不会这么快完成任务。他们一群人有12个，有的开了车来，有的没有，我和陆教授一台车，郑淑仪大大方方地拉开陆不平的车门坐进去。科研所女性本来就少，他们这个小组只有2名女性，一个35岁了，早就结婚生子，郑淑仪只有25岁，还没结婚，年轻又长得漂亮，所以大家都当她是小师妹一般宠着她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也是很多人望其项背的学霸，一路跳级读到博士毕业，可来到这里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这里个个是天才，而陆不平是天才中的天才，他就比他大2岁，然而他的能力和成就却是他在努力20年也无法达到的，要不是他太年轻，说不定他都成为科研所最年轻的院士了。可饶是如此，他也是这里最年轻的教授，今年甚至还会被评为副院士。郑淑仪对他特别崇拜。林雅芝也跟着进了车子的后排，两个女人相视一笑，有种追星成功的爽感。林教授和林雅芝有些亲戚关系，算是他的堂叔，他坐上副驾驶，笑着调侃地说，你们2个女孩都矜持点啊，别每次都抢着坐人家陆不平的车，要是被他老婆看到了，小心吃错。郑淑仪立刻坐好，目不斜视地说，我对陆教授可没任何想法，我就只是搭一个顺风车而已。林雅芝更从容了，我都已婚有娃了，我安全得很。林教授无奈地笑了笑，也知道他们都是闹着玩的，说真的挺羡慕陆教授的妻子的，看到你这张脸，他肯定每天都是笑着醒来的吧。林雅芝不工作的时候就喜欢开玩笑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陆不平深邃的目光盯着前方，仿佛在专心开车，没有回答。郑淑仪激动地接话说，肯定啊，陆教授的妻子一定是每天笑着入睡，笑着醒来的，她简直就是太幸福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女人能拿下我们科研所的高岭之花。林教授也忍不住好奇起来，陆不平，你结婚到现在都没举办过婚礼，大家可都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，什么时候办啊？陆不平当初结婚只领了证，这是女孩自己要求的，说不稀罕婚礼，因为她一直拒绝举办婚礼，所以就没有举办过，还喝喜酒呢。如今他们都要离婚了，陆不平不想过多的提及自己的私事，只简单回了一句，再看吧，目前科研所的工作比较重要，你啊，虽然工作重要，但也不能忽视女方的感受，就算你老婆很体谅你的工作，可作为女人，她一定很想举办一场属于她自己的婚礼。林教授语重心长地说。陆不平掩盖了眼底的情绪，嘴角一直挂着浅淡的弧度，只听不说话。大家也习惯了他话少的样子，女人是都想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，但前提是她要嫁的是她想嫁的，而他绝不是女孩想嫁的男人，正好也没有感情。陆不平是打算离婚了再跟大家说他们离婚的事，可吃烧烤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好奇他的妻子长什么样子，还一个劲的要看照片。正好陆娇娇又发了一条视频过来，是关于女孩的。陆不平没当着大家的面点开，而是起身借口去洗手间，也是逃避他们要看照片的要求。他走到一处安静人少的地方，点开视频。说实话，他其实并不想知道关于女孩的任何事情，可不知为何，今日的改变莫名的牵引着他，让他莫名的想要去了解更多。视频一点开，女孩唱歌的声音就传到了他耳朵里，洗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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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3个视频里，女孩围着围裙正在刷碗，一边刷一边扭着脖子哼唱。陆娇娇偷拍的角度只能看到她的后背，可也不难让人看出她的心情很好，竟然在刷碗，而且还一边刷一边唱歌，歌声莫名的魔性洗脑。女孩一向故作优雅与高冷，如此活泼自然的一面让人难以置信。哥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女人绝对有问题，她肯定是反悔了，不想离婚了才会变得这么殷勤，你千万不要给她赖上你的机会啊，不然等她吃定你了就会原形毕露。女孩的改变真是为了讨好他们，从而不离婚。陆不平的眼神冷了冷，
内心没有任何波澜。如果这就是他的目的，那他注定会失望，因为他是不可能会继续跟他过下去的。女孩抢着把厨房收拾干净后，得意地比了一个耶，完美！今天又成功蹭了一顿饭，不知道明天会做什么好吃的。父母的手艺实在是太好了，家常菜都做得那么好吃，要是能天天吃到，愿意单身一辈子。吃饱喝足后，女孩就回到房间，打开电脑看找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。投了几份简历，很快都有了回复。她找到一家是少钱多的，基本上只需要在家办公就行。此时，女孩正和 HR 沟通工作相关事宜 ，HR 回信息很快，那明天就给你安排工作吧，但是没有五险一金，做多少拿多少，工作量不大，一个月就接几单，每笔费用都是1周内结算，你看如何？女孩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家小公司，也许还刚起步，无所谓，钱到位就行，可以，但每一单的价钱我来定。女孩反客为主的说，对方没想到女孩会这么有底气的讨价还价，回复的说，我们这边的规定是签字50元，价钱已经很不错了，签字100，这是我的最低价格，具体还得根据难度等级来定，100太高了，目前我们只能给50，我可以翻译一段，你看值不值？若是不值，你们再另请高明。对方输入了一会儿，还是给他发了一段文字过来。女孩几乎都不思考，迅速把这段中文翻译成法文和德文2个版本给对方发了过去。对面的 HR 只是去喝了一杯水，上了一个厕所的时间，女孩就翻译完了。看到女孩发来的译文，他十分惊讶，不会是用翻译软件翻译的吧？可仔细看去，这个法文专业毕业的高材生都翻译不出这么漂亮的内容，里面的遣词造句翻译软件也翻译不出来，这简直就是法国本地人还是学问很高的人才能写出的东西。就好比形容一个人很有学问，一般人的形容是他学问很好，他学问非常好，他的学问比这里的所有人都好。但女孩却直接引用古诗词，比如他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，或者是若此人欲问鼎天下，试问谁与争锋。女孩翻译出的内容就引用了法国的很多谚语和古诗词，甚至把中文的成语也很漂亮恰当的翻译了出来。HR 终于知道女孩为何要价100了，区100甚至都是在侮辱她的专业。不仅如此，还会翻译成德文，这是什么人才啊？同样都是人，为什么进化的时候老天爷没有带上他？你翻译的内容非常漂亮，明天我给你一份文件，你若翻译好了，价钱好商量，当然最低也会给你签字100，你也别担心我不给钱，我们直接在平台的第三方交易，搞定了工作的事情。女孩就关掉电脑去洗澡睡觉。叶景行又给她发了一些信息，但她都无视了，只要冷落她几天，她就对她没兴趣了吧？女孩打算让她自己失去兴趣，知难而退，选了一套短袖短裤的真丝睡衣，洗完澡出来把空调温度调低到26度，很有仪式感的蒙上被子，进入梦乡。每天最放松最舒服的时候，就是晚上一个人安安静静入睡的时候了。夏天的话，一定要开空调盖被子睡觉，这样才舒服。但是女孩有点鼻炎，原主也正好有，空调温度太低就习惯蒙着头睡觉，只要不怎么呼吸冷空气，鼻炎不怎么犯。陆不平很晚了才到家，别墅的灯都熄灭了，家人都已经入睡，他直接上楼推开客房的门，走进去也没开灯，房间里感应的地脚灯散发出微微光亮，不刺眼也能让人不摸黑。陆不平简单洗漱一下，只穿着宽松的睡裤就上床睡觉。今天他太累了，打算睡醒了明天早上再冲凉。掀开被子他就躺了进去，结果刚闭上眼睛他又忽然睁开，身体也僵硬了一下，人一下就坐了起来。刚才他的手不小心摸到了一个人。陆不平打开台灯，把整个被子掀开，蜷缩成一团的女孩就这么大刺刺的暴露出来，而女孩也同时睁开了眼睛，入目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帅的男人，光着上身露出结实的胸肌，冲击太大，女孩的脑子空白了1秒钟，随即把脸埋在床单上，嘴角比 AK 还难压的笑出来。这是不充钱就能梦到的吗？女孩又偷偷看过来，不确定的陆不平还以为女孩会像以前那样做出避之不及的嫌弃动作，或者尖锐的对她一阵输出，却不想她竟然还没睡醒，还以为在梦里。你怎么睡在这里？陆不平沉声地问女孩怎么回事。这不是梦。她忽然清醒过来，也跟着一下坐起，身体还呆呆地眨了眨眼，眼前的大帅哥怪不得那么眼熟，原来是她目前名义上的丈夫啊。女孩的内心爆发出尴尬的尖锐暴鸣，面上却淡定的一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女孩后发制人的反问，这话该我问你。陆不平淡淡皱眉，有点怀疑她是不是像陆娇娇说的那样反悔了，所以行为反常，只为了缠上她。但看女孩的表情又不像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搬出主卧，楼上就这间客房，所以我就搬到这里来了。女孩十分坦然的解释。陆不平起身找来外套从容穿上，也隔绝了女孩那不受控制的眼神。看到她穿好了衣服，女孩暗暗可惜了一下，美色当前，她只是遵从人性去欣赏罢了，若是故意无视，反倒是她不解风情。你去主卧休息吧，这么晚了，我们就互相不打扰了。女孩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微微一笑，拉过被子继续蒙头大睡。陆不平侧头，眸色复杂的看着女孩，如此淡然从容的一面也是他从未见过的，和以前那个脾气敏感又不好的他比起来，真的仿佛变了一个人。陆不平拿上自己的衣服，什么也没说，然而他进入主卧却发现被子随意的掀开着，有点凌乱，显然是有人在这里睡觉，然后根本没有整理一下床铺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谁。陆不平的确太困了，也没精力去更换被套床单，只能忍着无奈上床睡觉。本以为他会很排斥女孩残留的气味，却不想床上并没有任何香水气息，只有一种极淡的女性体香，不刺鼻也不浓烈，闻起来反而有点温馨和舒服。盖着被子的陆不平因为这个想法怔愣了一下，随即微微冷了眼神，闭上眼睛沉沉睡去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女孩也受不了原主身上的香水味，不但洗了澡，还更换了床单，只是换了床单后，她感觉又困了，就忍不住倒头睡了1个小时。当然，睡醒了叠被子这种习惯女孩是没有的，这辈子估计都不会有。说她懒吧，她也是能早起的。陆福每日都会早起锻炼身体，然后再给全家买早餐回来，而他买的早餐都很好吃，有热气腾腾的牛肉粉灌汤包、煎饼果子和八宝粥豆浆之类。原主以前嫌弃吃这些早餐，她只会打扮得美美的，去高档的茶餐厅享用早茶。陆父买的这些，在她看来廉价又油腻，但女孩喜欢啊。昨晚她就想好了，今天一定要早起吃早餐，掐着点起来，迅速洗漱完，装作若无其事的下楼了，很自然的打招呼。
招呼，爸，早上好。陆父真是活久了，什么都能见到，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儿媳妇起这么早，平时不到10点是绝不起床的。现在是7点半吧。陆父忍不住多看了2眼墙的时钟。陆母从厨房拿了一些碗筷出来，女孩又很自然的上前去帮忙，妈，我来吧。我帮你接过陆母手中的碗筷，在摆放的时候已经很快的看清了今日的早餐，仍旧一如既往的丰盛，有2份灌汤包，2个煎饼果子，2份牛肉粉，还有5杯豆浆，耶，有他的份也。爸妈，你们想吃什么？女孩孝顺的问。他们选了，就该轮到他了。至于陆不平和陆娇娇吃什么，自然是还剩什么吃什么了，要吃什么自己拿吧。陆母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淡淡的说，其实这个家最容易心软的人是陆母，她也是最善良的一个，不管别人是否跟她有过节，只要还能过得去，她都不会故意无视对方，有吃的不分给身边的人，她更是做不出。所以以前的女孩那么高傲，对他们不屑一顾，但作为婆婆，她还是很尽责的准备她的1日3餐，吃不吃是一回事，反正不会故意不做她的。女孩笑着把1份灌汤包放在她面前，妈，你喜欢吃这个，这个您吃。陆母意外了一下，女孩竟然知道她喜欢吃什么，还主动拿给她。女孩又拿了1份牛肉粉放在陆父面前，爸，这是您的。陆父也很意外，女孩竟然知道她最喜欢吃牛肉粉，他们可不认为她平时很关心他们，才了解到他们的喜好的。平时她起床的时候他们都吃完了，女孩压根就没见过他们吃早餐的样子，这些都是书里描述的，她也记不清楚了，反正脑海里自动就想起了这些。见自己的选择没有错，女孩暗暗松了一口气，还有1份牛肉粉，压住嘴角很自然的拿过来，我吃这个吧，不然等他们醒了后粉就冷了，不好吃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为何他们感觉到了她对牛肉粉满满的渴求？女孩拿着筷子很淡定的搅拌几下，心里就不断的惊呼，哇，好多卤牛肉啊，哇，还有好多牛杂，她最喜欢吃牛杂了，哇，还有好多花生米，淋上辣椒油的牛肉粉，散发着浓郁的香味，把隔壁家的旺财都给馋哭了。女孩淡定的吃着，自以为吃得很优雅，却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抬头，那是一口接一口的吃啊，最后汤也喝完了，好吃。她还能再喝1杯豆浆，拿过1杯豆浆，吸一口，味道甜甜的，还有浓郁的豆浆味，这豆浆真实在，现磨的，就是太甜了点。陆父也吃完了自己的牛肉粉，同样拿起豆浆喝起来。女孩忽然想到了一件事，陆父后来好像检查出了糖尿病，就跟他爱吃碳水和甜食有关系。爸，您现在年纪大了，代谢会慢很多，平时还是要尽量少吃点甜的。女孩下意识的提醒他，说完就暗骂自己情商低，怎么可以这么直接的说呢？他听了一定不高兴，没有谁喜欢被人管东管西。陆父还没说话，陆母就赞同的说，说的没错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是要少吃点甜食，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这豆浆太甜了，让你买的时候少点糖，你怎么记不住？还有蛋糕你要少吃点，哪有一个老头隔3差5就要吃蛋糕的，还净吃上面的奶油。陆父经常被老婆念叨都习惯了，他喝光最后一口豆浆，反驳的说，我每天都在锻炼，吃点这些东西没事，而且我去年年初才体检过，身体好得很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可你的血糖一直在临界值，怎么就没问题？陆母反驳。陆父不以为意，那点血糖算什么？就算是超标1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都是正常血糖。爸，血糖如果一直超标不控制，会引起眼睛病变，甚至会严重到截肢的地步。女孩解释的说。可陆父仍旧听不进去，他都一把年纪了，让他改变饮食习惯，他做不到。你说的太严重了，哪里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我的血糖也好得很好吧？太顽固了。不过女孩也是很顽固的，那您再去检查一下身体吧，没超标当然是好事，万一超标了呢？现在去检查还来得及控制，不然发展到最后就得服药或者打针了。可是我爸每年都体检，身体好得很，你这是巴不得我爸的糖尿病吧？陆娇娇忽然走来，冷哼地打断女孩的话，她不是那种爱针对别人的人，实在是原主给她的印象太差了，而且还敢给她哥戴绿帽子，她不撕了她都算不错了。女孩顿时不再说话了，当然心里并不委屈，她已经好心提醒到了这个地步，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。和陆娇娇前后一起下楼的还有陆不平，陆母和陆父是早上起来看到她放在鞋架上的鞋子，才知道她昨晚回来的。昨晚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陆母关心地问。陆不平没有去看女孩，走过去坐下回答，快12点了，那么晚，不过他们也都习惯了，他因为工作特殊的原因，加班到深夜是经常的事情。陆娇娇盯着他哥，眼神别有深意地说，哥，那么晚了，你怎么不在单位休息？回来多麻烦，下次就睡在单位里，也能多睡一会儿。陆母不懂陆娇娇的暗示，下意识地说，哪有家里睡着舒服，你哥本来就很辛苦，还是回来睡比较好。妈，您是不知道，我哥他们最近可忙了，要研究一个大项目呢，而且我哥今年要评职称，工作要是出了差错就评不上了，所以还是在单位休息比较好，免得来回折腾。陆母信以为真的说，这样啊，那要是加班到太晚，还是就直接睡单位比较好。陆不平没说话，只是从容地吃着灌汤包。陆父问他评职称的事情应该没问题吧？要知道他若是评上了，就是最年轻的副院士了，这在全国都是很少见的。陆不平对此倒是很淡然，该做的他都已经做了，其他的就等着看结果。当然能评上是最好的，不清楚到时候看吧。他回答的说，哥，你一定没问题的。陆娇娇崇拜的说，从小到大你就是最棒的，做什么都很厉害，就没有失败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陆母也充满信心的说，我也相信你没问题，你那么努力，又那么有本事，既然所里的领导们都很看好你，那就肯定没问题。要是我哥都评不上，那就天理难容了。我哥目前可是科研所里最有天赋的人才，每年做出多少贡献和成绩啊！上次我去接他，都听他们领导说了，他是最优秀的，他们全家都认定了陆不平一定能评上。事实上他也的确很有资格。女孩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脸色顿时有些难看。书中描述，他因为女孩没有被评上，有人嫉妒陆不平，故意散播他的前妻和他婚姻存续期间出轨的事情。陆不平虽然不是犯错的一方，但这些八卦传的到处都是，传到最后什么版本都有了。有的说是陆不平长得太帅，追求他的女人太多，是他先出轨的；还有的说他对老婆不好，所以他的前妻才出轨，甚至还传闻他家暴。尽管所里想办法迅速压下了这些新闻，但始终对陆不平的名声造成了一定的损害。所里担心影响不好，也是为了谨慎起见，今年就没有评选他。陆不平为了这次的评选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却因为他这个前妻导致一切付诸东流。别
别提有多憋屈。估计是这次太倒霉了，她的运势也变得不好起来，后面接连好几年都没有被评上，错过了很多更好的发展机会。后来在女主的陪伴下，一切才慢慢好起来的。此时女孩莫名的心虚起来，终究是原主欠下的债要她来还，这破穿越怎么就让她摊上了呢？评职称是什么时候？女孩开口问了，也认命了。既然她现在顶替了原主的身份，那就想办法帮她逃过这一劫。没想到女孩会关心这个，所有人都意外的看她一眼，陆不平也是忍不住看一眼女孩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陆娇娇的内心警惕起来，生怕女孩是真的要害她哥。陆娇娇回头冷笑着说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哥都已经和你协议离婚了，若不是他哥工作特殊，对婚姻的审核很严格，他们昨天就拿到证了。总是被陆娇娇针对，女孩也不生气，在她眼里，陆娇娇就像一只张牙舞爪的小猫，根本就没啥杀伤力。女孩浅笑的说，我这不是担心离婚的事情会影响他评职称吗？虽然做不成夫妻，但奶奶不在人亦在，爸妈对我那么好，我也不想看到他评不上，万一离婚的事情对他的工作有影响，那岂不是很冤枉？陆娇娇一愣，对啊，她怎么没想到这点？不对，这女人分明是想找借口不离婚了。她十分警惕地说，你别想找借口不离婚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全家容忍你很久了，既然你在外面有个人，那就赶紧放过我哥，我哥离婚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，不跟你离婚才会被气死。可陆母还是很担心，她问陆不平会有影响吗？你们单位有没有规定离异的不能平赴院士？陆不平深沉的目光看一眼女孩，语气肯定地说，没有，不会有任何影响。陆母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，听到了吗？陆娇娇得意地对着女孩冷哼。女孩浅笑，没有自然最好，陆教授太优秀了，我也是担心有人嫉妒他，故意拿我跟他离婚的事情散播不实谣言，以此来影响他的评选，不过希望是我想多了。陆不平的眼神闪烁一下，若有所思地看女孩一眼。女孩知道他很聪明，提醒到这个地步，她应该知道如何防备了。陆娇娇却听了就来气，什么叫不实谣言？你在外面有人的事情是假的吗？若是我哥真被影响了名声，那都是你害的。书中陆不平评选失败后，陆娇娇的确去找女孩的麻烦了，但也只是愤怒地骂她一顿就结束了，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伤害她的事情。反倒是女孩落魄的时候，她看不过眼，还暗中帮了一次，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。关于出轨的事情，女孩没有解释什么，毕竟是真的解释不清楚。好了，陆父开口，身为一家之主，他也是比较理智的，他说的这些也有道理。俗话说得好，小人难防，你就能保证没人嫉妒你哥，没人不想害他，我们小心点总没错。那也是因为他在给了别人把柄来攻击我哥，这话说的也没错。陆父他们都脸色不怎么好的看一眼女孩，他又成全家公敌了，好不容易缓和一点的关系，不会又降到冰点了吧？那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可以一起吃吗？若是有人要针对我，总能找到办法。陆不平突然放下筷子说，他不想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到一个女人身上，若真有人因为嫉妒而陷害我，那也是对方有问题，宋淼淼是有错，但不能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都怪罪到他的头上，他们之间的问题只是感情问题而已，我会小心防范。说完他起身就要离开，不过刚迈出一步又停下来，回头看向陆父，爸，您最近不是总说口渴，还是抽空去医院做一下体检吧。这话别人来说陆父肯定听不进，但陆不平说话就权威很多，他不情不愿地说，我最烦体检了，人根本没事，还要检查一大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我去体检。陆母生怕他反悔，忙说正好我也去体检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。女孩在可惜明天早上无法吃到好吃的早餐的同时，就很真心的提议说，查血糖要空腹，明天早上你们什么都别吃，也别喝水。女孩对陆父的关心不像是假的，陆不平眼眸带着一丝复杂的扫过他的脸，朝着门外走去。哥，我们一起。陆娇娇也赶紧放下筷子追上去，她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说。哥，走到外面，陆娇娇拉住他，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别回来吗？你看这女人现在多会献殷勤啊，她绝对是反悔了，再想尽办法缠上你。陆不平知道他是好心，无奈地说，我的事情你别管，我自有分寸，从小到大你都没恋爱过，你能有什么分寸？我承认你在工作上是很厉害，人也聪明，但不代表在感情上你也聪明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女追男隔层纱，男人遇到女人的事情就容易犯糊涂，我就怕你经验不够，不小心栽在了他手里。陆不平笑出来，难道你哥是那种很蠢的人？陆娇娇也笑出来，你不蠢就好，不过没事，有我在呢，我会誓死捍卫你未来的幸福的。女孩觉得还是尽快挣一笔钱，早点从这里搬出去比较好，虽然她真的很舍不得陆母做的饭菜。回到房间，女孩打开笔记本，正好看到昨晚那个 HR 给她发来了需要翻译的东西，是一本关于美容养颜的书籍，内容不多，也就3万多字，需要翻译成法文。唐百万也给她留了信息，这是一本关于美容养颜的书，你看能不能翻译？若是能，1周内翻译好给我，只要内容翻译的足够好，我就多给你申请点翻译稿费，争取按照签字150算。女孩没有回复他，直接翻译起来，很快就明白为何要给他涨稿费了，因为里面有不少美容营养的药方，涉及到很多中草药的翻译，所以难度等级比较大。这些中药的翻译必须精准，不能模糊，不然很容易吃出问题。能精准翻译这些药方的人，也得深入研究过中医方面的法文知识，或者是一个华国通的法国人来翻译。女孩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，打开文档埋头就是干，翻译的速度很快，完全没有借鉴任何翻译工具，就好像她是一个纯正的法国人，法语已经熟练到了堪比母语的程度。陆娇娇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，专门做海外文学网站的，就是把华国的一些书籍翻译出来挂在海外网站上，供法国人阅读，但都是需要收费的。如今这种海外文学网站刚兴起没几年，还有很多空白市场，正是闯入的好机会。她的公司才刚起步不到1年，已经开始盈利了。在国外，知识付费很普遍，国内很多免费阅读的书籍挂在海外网站上就能卖出不菲的价格，买的人还挺多的。华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，而且文化博大精深，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国外的人很乐意花钱购买这些书籍阅读。陆总早上好。唐姨端着咖啡刚进入电梯，就看到同样才到公司的陆娇娇，两人年纪差不多，虽然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，但相处起来
就像朋友。陆娇娇看到他眼睛下的黑眼圈，关心地问：昨晚又晚睡了？是啊，最近要上架的书比较多，我忙着翻译。唐怡不但是公司的 HR 总监，也是翻译人员，身兼数职，都是人手不够害的。陆娇娇不赞同地说：工作永远都做不完，你不用这么拼，还是要多注意休息。唐怡喝一口手中的咖啡，好笑地说：身为老板，看到我这么拼命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怎么还劝我少做点？陆娇娇无奈地笑着说：还不是你太拼了，一点都不给公司其他人活路，甚至都不给他这个老板一个活路，谁让他们没我努力呢？我可是要争取年薪100万的，我的人生名言就是卷不死就往死里卷。唐怡就是公司里的卷王，他深信只要自己足够卷，挣的钱就足够多，多招点人来翻译吧，你就做好招聘工作就行。陆娇娇用老板的身份对他说。唐怡明白的点头，我知道，昨晚我又找到一个人才，对法文挺精通的，甚至还精通德文，要是他能干，我就把手上的几本书都给他翻译。那就好，你自己好好安排。电梯也到了，陆娇娇说完就去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唐怡也继续忙碌，一个早上很快就过去了，大大的伸了一个懒腰，对自己的下属说：老规矩，帮我带一份3拼盖浇饭就行。好的，唐姐。不过唐姐你也太拼了，吃饭时间都不休息一下吗？不休息，将来老死了，能休息千千万年，何必急于一时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女孩回复了他，给他发来了翻译好的内容。唐怡满脸震惊：你都翻译好了？是的，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，要是没有问题，就尽快结算一下稿费，我急需用钱。本来女孩卡上也有钱，但都是叶景行给的，陆不平给的钱，原主早就用光了，每个月3万都不够他用的。叶景行最近也给他转了5万块，这钱肯定不能用的，还得找时间全部还回去。唐怡不相信，他一个早上就全部翻译好了，忍不住检查起来，可大概看了一下，的确没有任何问题，甚至翻译得很漂亮。唐怡十分震惊和佩服，再次感觉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，果然人类进化的时候忘了带上它，要是他有这速度，年薪100万早就不是问题了，他是真的找到了一个大神。唐怡激动地把手里的几本书传给女孩，这些都给你翻译，价钱全部按照签字150算。女孩却回复他：我不想翻译了，累了想休息。你还在做其他工作吗？没有。那你是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吗？没有。唐怡都无语了，既然都没有，你怎么就累了？你别告诉我你就翻译了这一本书就累了。是的，乔乔多理直气壮地回答。对于唐怡这种卷毛来说，完全无法理解他这样的工作态度。难道你不缺钱？翻译只是你的兴趣爱好？不是，我很缺钱。那你为什么不多干点活？你翻译的速度那么快，只要把这些都翻译了，这个月你就能赚好几万呢。说的也是。就在唐怡以为他终于想通的时候，他又回复的说：那我再翻译一本，本月挣够1万就行了。不是，在江城1个月1万怎么够用？就算够用，难道不想多挣点攒起来吗？追求怎么就那么低？他就是一条咸鱼吧。不管唐怡如何说，就是不打算多干活。既然你也没钱，为什么赚钱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都不挣？唐怡很抓狂地问，真的对这种咸鱼恨铁不成钢啊。换作是他的话，恨不得化身八爪鱼去挣钱。女孩顿时用法文回复了他一句话：我没有钱用，但我懒得去挣。契合符。既然说不通，唐怡深吸一口气，也不勉强了，好脾气地问女孩：翻译这一栏写你的真名还是笔名？笔名吧，就叫宋3碗。很好，不但是条咸鱼，还是个只干饭不工作的咸鱼。下了线就去干饭了。是陆母在楼下主动叫他下去吃饭的，真的是个超级好的婆婆啊。原主都做成了这样，还坚持给他做饭，叫他吃饭。妈，我来了。用最快的速度下楼，主打一个积极回应。昨天他每顿饭都炫了3碗米饭，导致老2口都没舍得多吃，全给他吃了。今天就多做了一些饭菜。这些小细节女孩自然都看在眼里，心里也特别的感动。她自然也不会辜负他们的好心，反正就是很捧场的恰饭，吃的那叫一个香。陆母看女孩吃那么多，心里特别有成就感。陆不平和陆娇娇吃饭都不多，导致她每次都没成就感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喜欢吃她做的饭菜，不过也不知道她是真心喜欢还是装的。陆母故意的问：吃那么多，真有那么好吃吗？女孩猛点头：是啊，特别好吃，是我这辈子最喜欢吃的饭菜，我发誓。陆母忍住了嘴角的弧度，那也不能一次吃那么多，你以前胃口挺小的，现在吃这么多，小心不消化。不会，吃多少我都没问题。女孩嘿嘿一笑，把陆母推过来的菜全都扫给干净了。做饭的人就喜欢每顿饭都被人吃得干干净净的。陆母心情不错的说：家里没肉了，我一会儿去买点肉，你们有没有想吃的？陆父喝着茶说：看着买吧，吃什么都可以。陆母看一眼女孩，虽然没问，但她知道她在问她想吃什么。这个婆婆真的太好了，怎么就那么善良了？女孩以前不喜欢剩女，觉得她们拎不清，如今设身处地才知道，当你犯了错，仍旧还有人用善良之心对待你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这人有多伟大，带给你的感动有多温暖人心。妈，我和你一起去吧，反正我在家也没事，我去帮你拎菜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没事就让我跟你去吧，我这也要离婚了，也不知道能为你们做点什么，也就只能做点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女孩都这么说了，陆母也不再反对，迅速去洗了碗，把厨房收拾干净了，就跟着陆母去附近的超市买菜。江城夏天的中午，太阳能毒死人。女孩撑着一把3人大伞走在陆母身边，一直帮她遮住头顶的阳光。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，走进超市里，冷气扑面而来，差点热晕过去的她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。此时，陆母正带着女孩在超市大买特买。陆母很喜欢做饭，自然也喜欢买菜，几乎每天她都会逛一趟超市，买一些食材回家做给全家吃。不过以前食材消耗比较慢，她买的东西都畏手畏脚的，但今天她特别的放纵，新鲜的肋排来2斤，新鲜的牛肉来2斤，梅花肉也来3斤，正好回家包饺子吃。看到有打折的进口牛排，她也一口气拿了5、6盒，进口的牛肉卷也买2盒，可以煮火锅吃，几乎是看到什么买什么。不一会儿，购物车里就装满了食材，光是水果她都买了3种，家里没有的蔬菜也买了不少，满满一购物车都要装不下了，看得女孩目瞪口呆。原来女人喜欢购物是不分年龄的。陆母买的很爽，特别有成就感，看看还有没有想吃的。
他心情不错地问女孩。女孩忙摇头，没有了，这些我都喜欢吃，已经足够了。去结账时，陆母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，东西太多，带来的2个购物袋都不够装，只好又买了2个袋子。付款的时候，女孩抢着付，虽然她没钱了，但可以刷信用卡。结果陆母一下就把她推开了，很强势的自己付了钱，一共1000多。妈，让我来吧。女孩很认真地说，我是真心的要买单。陆母没看她，很干脆地拒绝了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行了，都已经付了，回家。说完，她就伸手去提2袋重的袋子。这次女孩不给她抢走的机会了，这个我来，我年轻，赶紧把2个最重的袋子抢走。陆母看了看女孩的细胳膊细腿，犹豫一下，还是妥协了。2人各自提着满满的2袋东西，从超市里出来就遇见了邻居阿姨若婉，买这么多呢？她笑着跟陆母打招呼。陆母的名字叫张若婉，很好听的名字。眼前这个邻居叫方小晴，和陆家是10来年的老邻居了，跟陆家彼此都比较熟悉。陆母笑着点头，是啊，你也来买东西。方小晴却别有深意的看一眼女孩，才笑着回答，是啊，我家朱琳今天回来，正好家里差点东西。陆母这才想起来的说，朱琳刚研究生毕业了吧？是打算回来找工作吗？是的，我们就她一个女儿，自然是要留在身边才放心。她打算应聘江大的老师，你以前是江大的教授，我们还得拜托你帮她引荐一下呢。我都提前内退好多年了。陆母笑了笑，也是委婉的告诉她，估计帮不了什么忙，不过我可以帮忙问一下，看江大的招聘要求是什么。方小晴听出了她暗含的意思，并没有表露出什么，只是笑着感激，那就谢谢你了，改天我们请你们全家吃饭。朱琳也一直念叨着你家陆娇娇，正好聚一聚，大家联络一下感情。还有你家陆不平，他那么优秀，也可以帮朱琳做一下职业规划，从小到大，朱琳最崇拜的就是这个哥哥了。那好吧，陆母笑着答应下来。可女孩却嗅出了不一样的气息，总觉得她的话里有话。陆母的笑容和眼神也似乎暗藏着什么深意。朱琳这名字有些熟悉，仔细回忆一下，顿时恍然，这不是书中一个特别喜欢陆不平的女配吗？因为她，女主误会过陆不平好几次，本来女主是要跟陆不平表白的，就是因为朱琳她才一直不表白，也是后来误会解开了，她才告诉陆不平她的心意。朱琳这个女配居然提前上线了，可女主都还没出现啊！希望朱琳不要把她当成威胁的对象，她可不想去搞什么雌竞，她只想当一条咸鱼，一天到晚的躺着。陆母还以为女孩对这些一无所知，眼神复杂的看了一眼，心里也忍不住的想，她的儿子是真的优秀，人品也好，是个难得的好男人。当初朱琳就特别喜欢他，一心想要嫁给他，但都没有机会。可女孩却不懂得珍惜，要知道多少女人想嫁给她儿子都做不到。算了，感情的事情也不能勉强，等他们离了婚，再好好给陆不平选一个能和他携手相伴一生的妻子就行。陆母怀疑的看了看女孩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继续往前面走。女孩坚持提到了家里，陆母对她还是有些另眼相看的。要知道她以前肩不能扛手不能提，有一次只是提了点东西回来就一个劲的说累死了，太阳太大也不愿意出门，就说晒死了，反正就是特别娇弱。如今居然顶着烈日提了这么重的东西回来，一句抱怨都没有。陆母还偷偷试了试重量，那2个袋子里的东西少说也有10几20斤。她看一眼坐在客厅沙发上休息的女孩，偷偷对帮忙整理食材的陆父说，这些都是她提回来的，而且还一句抱怨都没有。陆父也是意外的，这2日女孩的改变他们都看在眼里，她的教养是真的一夜之间变好了，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？你说她该不会是后悔了，不想离婚了吧？陆母问陆父，不然如何解释她变得这么殷勤了？要真是这样，这婚还离吗？陆父思索着没说话，他也不知道该不该接受女孩的悔改。想了想，他沉声地说，这些不是我们该操心的事情，他们2个人的事，他们自己做主。陆母想想也是，要不要离婚，就看他们2个是怎么想的。他们都没发现他们对女孩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。父母把食材都放好后，走到客厅就看到女孩不舒服地靠着沙发，对上陆母的视线，女孩忙起身地说，妈，我上去休息一下，我感觉很不舒服，必须得去躺着，这个该死的柔弱身体比她上辈子还废。陆母本想说，才辛苦这一下，怎么就累成了这样？转念一想，该不会是中暑了？不会吧，就那么10分钟左右就中暑了。她关心地问，你哪里不舒服？女孩下意识地回答，感觉有些头晕和恶心。女孩的神色也看出得很虚弱，面色发红，加上头晕恶心，不是中暑了是什么？陆母急忙拉着她的胳膊，先别动，就在这里好好躺着，你应该是中暑了。她自己都惊讶了，这么废的吗？老头子，他中暑了，赶紧把药找来。陆母一边按着他坐下，一边吩咐陆父。陆父听了后也赶紧去找药，很快找来一个药箱，问要什么药。陆母已经给他倒了一杯水过来，上次让陆不平买了一盒正气水，你找一支出来。可陆父找了找，里面根本就没有。没有啊？怎么会没有？就上个月才买的，都没用过，你再找找看。陆父翻了2遍了10分，确定没有。不相信的陆母自己也找了一下，果然没有。陆父当即就决定了，说我出去买1盒回来。陆母却觉得他是浪费，家里分明有，何必舍近求远？不用买，家里有再找找看。对，问一下陆不平，看他放哪里了。陆母拿过手机拨通陆不平的电话，好在还有10分钟才到2点，这个时候打过去不算是打扰他工作。陆不平那边也很快接通了电话，喂，妈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上次买的正气水放哪里了？陆母问他，我们都找过了，药箱里没有，放在电视旁边的一个柜子里，那里有个小药箱，就在里面。哦好，我找找看。察觉出母亲找药的急切，陆不平关心地问，怎么了？是谁中暑了吗？当时陆母让他买药就是为了预防中暑用的，江城的夏天实在是太热了，很容易中暑。是淼淼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找药。陆母随意回答完就挂了电话，果然在柜子里找到了药，迅速开了一支过来递给女孩，快喝吧，这个喝了会好一些。谢谢妈。女孩感激地接过来，心里也有一丝温暖。自从父母去世后，已经很久没有长辈这么关心她了。正气水不好喝，女孩皱眉一口气喝完，过了一会儿，果然感觉好了很多。陆父和陆母一直在关注她的情况，看她好了不少，也放心了很多。你去休息吧，下午想吃什么我来做。女孩
感觉很惭愧，好不容易帮忙做点事，直接中暑了，还要他们反过来照顾，真的是太废了。四肢健全的废物，吃什么都可以，那我去休息了。女孩也不矫情，她的确需要休息，一觉直接睡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。这一觉也异常的漫长和沉重，醒来的一刻，甚至分不清今夕是何夕，分不清此刻到底是几点了，不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。眨了眨眼，看到窗外昏暗下去的天色，才清醒过来。哦，现在是傍晚了，睡了好几个小时，也不知为何，在这日暮时分半梦半醒的醒来，内心的孤独和失落感莫名的侵蚀着他的心房，感觉这一瞬间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。适应了一会儿，驱赶走了内心的孤独和失落，正要起床，就听到了敲门声。陆母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“淼淼，起床了吗？吃饭了。”女孩狠狠地恍惚了下，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也是这么叫她起床吃饭的。妈妈，女孩叫出了心底尘封已久的称呼，我马上就来。女孩一直都是叫妈，这还是第一次叫她妈妈。这一声妈妈不知为何莫名的让陆母柔软了心房，也生出了几分怜爱之情。只有当了妈妈的人才知道，孩子的一声妈妈可以让一个母亲的内心有多柔软。说到底，她也是一个很早就失去母亲的可怜孩子，父亲偏心，还有一个后妈，也怪不得这孩子以前脾气不好，现在估计是长大了就懂事了，也看着十分乖巧。陆母在内心叹气，温和的语气说：“快下来吃饭吧，你要是不舒服，我就给你做点其他吃的。”不，我好了。女孩忙把门打开，脸上露出笑容：“走吧，去吃饭。”刚才还 emo 的她，一提到吃饭就精神了。没想到陆不平也回来了，他很少回家吃饭的，看到他这么早回来，真是稀奇。